老师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刷题机器。Yes，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啊！原来鲁迅这么有钱。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师都要开补习班赚钱了。嗨，你好，我是玲玲。教师这个职业应该算是人类文明开始之后最古老的一个职业，而从孔子到现代教育，虽然教书育人的本质没有变，但是我们的老师好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当老师要 diss 学生的时候，战国时期，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构也。民国时期，救出自己唯一的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捣造成器。读书即死读，死读钻牛角尖。现在的老师不想听就给我把嘴闭上，是你讲还是我讲？要么你上来讲，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现在的老师呢，要么活成了段子手，要么活成了段子本身。可是中国的老师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除了吐槽他们每天的金句之外，我们真的了解他吗？接下来我要把中国的老师和西方的老师进行一个对比，是中国老师更好还是西方老师更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中国老师的每周的工作时间大概是在54个小时左右，有一些地区的高中老师甚至一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6个小时以上。一个老师正常的工作，除了上课之外，还需要备课、批改作业、培训、竞赛和写论文、评职称。而如果说这个老师恰的是班主任的话，他要处理的事情更繁杂。而这样的工作下，你们猜一猜中国老师的年薪大概是多少？我们撇开地区差异来说，平均一个老师的年薪大概是5万左右，而暑假算得上是老师的一个最大的福利了。但是这个年薪应该很难实现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师都要开补习班赚钱了。而中国老师的教学水平怎么样呢？之前 BBC 有拍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讲5位中国老师到英国，然后他们大概用1个月的时间去做一组实验，就是中国老师带领下的学生的成绩会不会有所提高。而丹麦的纪录片呢，是分别为2个国家的学生做出了比较，而这2个实验的最后结果其实是有出乎我意料的。在中国老师的管理下的英国学生的平均分都要会比本土的学生的平均分要高。而让我吃惊的就是中国的学生居然创意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都要比丹麦的学生要强，这个可是丹麦人自己做的测试。怎么办？这种瞬间提升的偶像感是怎么回事？中国的老师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刷题机器，每一个老师都是他们这个科目的一个通关高手，他们其实算得上是一台大型的数据处理器，他们会把每年高考的套路、题型以及知识重点全部给你整理好，所以上课的笔记其实就像是每一个老师给你准备好的葵花宝典，至于要不要自宫，就看你自己决心有多大咯。而相比西方的老师呢，他们更注重学生的自由意志，在他们眼里，中式的教育都是灌输式的教育，他们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学能让学生在学习的途中，首先是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其次才是提高分数。而相比工资的话，中国跟西方国家的老师的工资水平真的是差很大，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非常繁重，但是他们的薪资其实是非常低的。可是为什么工资不高，工作也辛苦，但是他们的工作动力却很足？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真的是像你的父母一样，非常在意学生提高成绩？这一点我在西方的老师身上是看不到的。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在2009年之前，老师的考核是跟升学率是挂钩的。Yes，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可是我是08年高中毕业的，老师有没有 KPI 呢？于是我查了一下中国老师的 KPI， 中国的老师其实也有绩效，也有考核，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从他们本身的工资里头抽30%当做奖励性的工资再发给他们。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算是奖金。我曾经会认为老师至少会有一笔不错的年终奖吧，但是我之后看过一个老师如果要当班主任的话，他的每个月的奖金大概只有几百块钱的时候，我放弃想象了。而绩效的评判其实是会让部分的老师觉得不太公平。当然曾经的老师也没有那么的惨，比方说民国时期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当年的老师要是放在现在，简直就是全明星。当时的民国政府呢，对知识分子是非常的重视，也非常的尊重，所以老师的待遇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高的，而且社会地位也非常高。举个例子，当时大学教授的月薪大概是400到500大洋，当时一个公立中学的教师的月薪大概是100银元左右，而当时一个警察的月薪才2块大洋，普通的工人大概是15大洋。再来说说鲁迅吧，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鲁迅当时的月薪相当于2009年的2万到4万块人民币，他的年薪大概是可以达到34万的样子啊！原来鲁迅这么有钱，难怪他可以 diss everything，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所以那一代的老师是不筹钱花的，而那一代的老师真的非常棒，都是大师。所以听完我刚刚说的这些老师的实际情况，其实就很容易理解老师的一些行为了。比方说开补习班这件事情，毕竟老师自己也有孩子，他们肯定也希望自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超长的学习时间以及应试教育，并不是由老师这个群体单独决定的，而是整个教育体系。所以我是非常支持中国的老师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薪资待遇。我们先撇开师德不说，当你看过西方的老师之后，你会发现中国的老师在专业的素养上是非常棒的，而中国老师平均
面临的学生数量也是最多的，因为确实当一个班的人数超过30的话，真的非常难管理。中国老师棒棒的。当然，老师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你很可能会因为老师的一句话而对整个人生失去了信心，会非常的自卑，但是你也很有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话而对整个人生充满希望。所以说遇到一个好的老师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希望我今天带来的内容能让你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个新的认知。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喜欢我内容的话记得关注我，然后投币、点赞和收藏。我们下次再见，拜。